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0号。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下多周期图表分析模板如何通过这个模板实现从大周期到小周期统一的分析逻辑。第二呢，我们将介绍通过这个模板我们如何通过 K 线周期、均线周期以及结构周期，通过3层律法来判断趋势波动以及精准的进场点位。好，我们先看看均线系统我们是如何设置的。整个均线系统呢，我们主要设置的是一组短期均线，主要是5期线这根蓝线、10期线和20期线另外呢，有一组比较大一点大周期的均线，就是20期线这根黄线，它可能是60期，也可能是50期，也可能是40期。另外就是中轨线这3根线，这个中轨线是布林带中轨，它也是一根均线可能是80期，可能是100期，也可能是120期这个呢，我们根据各个周期来调节，自动调节。好，我们现在看的是月线周期在月线周期呢，我们设置的5期线等于在周线周期的20期线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个月大概是4周嘛4周4、5、20，所以呢，在周线图表里我们看到的20期线就是月线周期的5期线以此类推在周线周期我们看到的这个是40期线，就是我们在月线图表里看到的10期线。然后在周线图表里看到的中轨线是80期线，就是在月线图表里看到的20期线这样一组关系。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就是我们希望就是 zoom in 我们在周线周期里呢，可以更好的看到在月线周期里的走势是具体更细致的走法是怎么走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在月线周期这一轮上升基本上是按照月 K 线不断的走高，中间加了一些小的月阴线，基本上都是月阳线，对吧？往上走沿着5期线往上走。在周线图表里呢，我们看到同样的趋势呢，实际上它就是沿着20期线往上走，所以这 K 线呢，它大部分时间是在20期线往上走的。但是呢，我们在周线周期里头就能更好的看到每次回调它达到的位置。比如说这次回调达到5期线，对吧？那在周线里看到的呢，就是20期线在月线图表里我们看到达到了10期线这个回调，我们在周线周期呢就能看到它达到的是40期线，对吧？比较精准这样就非常便于我们在这样的点位采取这种左侧建仓的这种抄底操作抄底操作。同样我们在设置日线周期的时候呢，跟周线周期它又是一种5倍的关系，对吧？因为一周基本上是5天嘛，所以
当我们看到在周线周期看到27线的时候，我们在日线周期看到的就是中轨线，也就是170线，170线啊。所以这次回调呢，在周线里是回到27线，那在日线周期呢，达到的就是中轨线170线啊，170线。而在月线图表里，我们看到这个反转呢，是一根阴线，中间有一根阳线，这是一根运线，随后突破运线向上行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K 线信号知道这是一个回调20线的反转，对吧？而我们在这个日线周期里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双底形态，是一种结构，对吧？是一种双底突破，对吧？我们同时对，我们就能更好的判断这个趋势的反转，这个调整趋势的反转这里在月线只是一根阴线，在周线里它是调了3根阴线，而在日线周期里呢，它是沿着20线往下走，对吧？最后是又突破20线，是这一波调整波段反转所以呢，我们在日线周期就可以很好的抓到进场点位，而在我们的月线周期里呢，这个是无法做到的。在周线周期里呢，它也是比较粗糙的。比如说我们在打到20线的时候，打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中轨线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抓当日的反转，对吧？连续下跌，连日下跌，我们甚至可以抓到这个日 K 线的反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点是非常强的支撑位，这根线，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抓到这个反转进场点位当然了，这个点位又要比这个双底突破的点位又要优越一些，对吧？这属于左侧建仓，又要优越一些。我们再看下一个调整下一个调整呢，实际上有一次收了月线上收了一根锥子形属于这个阳锥线很长的下影线，而它是达到了这个17线在周线里呢，它是达到了47线，对吧？对应的是47线。那在周线里头呢，它也是一个阳锥线，当然了，按照这个线进场，就比要月线的这根线进场要优越的多，但是我们在日线里头呢，这个是40这个是5倍关系，那就是200，对吧？我们在日线里头看到的是它达到了270线，对吧？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我们都不用等周线出信号，我们在日线里头就出现了一个反转 K 线，对吧？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带就进场了获得这个左侧进场的更好价位，甚至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双底的时候抓到一个更好的点位。比如说我们在4小时里头可以看到这个图片里看到这次调整实际上是有一个双底，对吧？我们可以在这里抓这个双底反转，那我们就有更小的止损位，可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这就是如何通过这种多周期的分析来更精准的把握进场点位。另外呢，我们的系统里头也增加了另外一些指标，一个是 KD，一个是 MACD。这 KD 实际上它就是我们想看的就是一组这个 K 线它是不是超买超卖当一组 K 线走完之后，它是不是到了超卖区或者超买区我们 K 线呢可以更好的把握这一组 K 线它的这个
起止和终结啊。而这个 MACD 呢，它也是实际上对均线的补充，对吧？对均线的补充，因为它是两根均线的关系嘛，对吧？通过这个 MACD 的柱状的这种放大缩小，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这两根均线是在收拢还是在扩散还是在扩散这种关系。所以呢 ，KD 是对 K 线的一个补充MACD 是对均线的一个补充我们多了这两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图表设置中呢，我们是用了这个布林带这个布林带呢，跟我们传统设置的布林带是不太一样的传统呢，我们设置成这个20，对吧？中轨设置成20，而我们呢，把它放大放大到下一个更小一级周期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头我们设置的是80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看的是月线的这个20线，但是呢，在周线里呢，我们把它放大4倍是80线，我们同样是在周线周期里看的月线的20线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图表设置呢，大概就是这样子以后呢，在以后的分析当中呢，我们会不断的使用这个模板不断的使用这个模板到我们会有这个更多的这个应用在以后的这个复盘分析也好技术分析讲解也好，我们会不断的使用这套系统。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